别人都是转角遇到爱，瑞宝这里则是转头遇到红薯。瑞宝对红薯一脸的嫌弃，用力撑着小手，怕自己碰着。瑞宝再也不是以前的瑞宝了。瑞宝现在对红薯再也不好奇了，但下一秒瑞宝为了起身，躺在青团上打了个滚，又给青团压了个稀碎，结果还是没躲过与红薯的接触。而老宋头此时又偷偷给这一幕拍下来了。这趟来也是为了叫爱宝带姐妹俩回家。爱宝回家没什么难度，永宽一喊爱宝就回去了。而瑞宝这里虽然刚才跟妈妈打得火热，但一看到妈妈要回家，自己就不跟着了。至于辉宝，今天出门后就开始在小亭子上吃竹子。辉宝这是在为突破100斤做全力一搏呀！或许明早起来，姨姨们就能看到辉宝过100斤的样子了。辉宝什么也不管的，就只是埋头干饭。而瑞宝这里站起身，一副要征服这被冰封小亮台的气势。爱宝回去后，永宽走了进来，是来接瑞宝、辉宝回家的。瑞宝看到了永宽手里胡萝卜，立马就冲了过去。永宽吓得都快跳起来了。永宽一边跑，一边也怕自己摔倒，毕竟有过好几次这种经历。最后只剩辉宝了。辉宝这里不慌不忙的蹲在永宽面前拉起了红薯。辉宝拉完红薯，永宽接着又给辉宝投喂了一块胡萝卜，然后在辉宝之前先钻进了通道里。辉宝寻思，永宽走了自己的路，那自己是不是可以走永宽的路？但圣西姨母不允许，辉宝只能跟在永宽的屁股后面走了回去。永宽先钻了出来，在通道门口等着辉宝，这很难停。终于给宝家都带回室内了，而永宽又回到室外，开始收拾室外的青团和竹子。宋头又收不回去熊了，今天是3只。辉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通道门打开，姐妹俩就当看不见了。早上出门，瑞宝、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一起爬上小树。瑞宝抱着辉宝，将辉宝揉在怀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怎么都稀罕不够。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以为瑞宝、辉宝会回室内呢，没想到瑞宝、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今天不仅瑞宝、辉宝没回去，就连爱宝也没回去。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爱宝迟迟没有吃完。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瑞宝在树上，辉宝守在通道门口，爱宝在吃着竹子。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爱宝路过辉宝这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宝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很是喜欢。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便不撒手，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东躲西藏，生怕宋3岁再给其抢走了。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好在瑞宝这里不挑，不管哪一个都喜欢，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这有趣的样子，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炎热的夏天，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为一会儿爱宝来园区做准备，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防止晚上闹肚子。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开胡萝卜，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准备收熊回家。不过这宋3岁挺大胆的，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早把宋3岁当成嫡媳，冲过来拍宋3岁脑门了。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宋3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宋3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想起了正事儿，
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宋3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让姐妹俩过来。姐妹俩真就听了宋3岁的话，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3岁面，也让宋3岁这次收红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江爷爷和宋爷爷在电影中相互勉励的镜头，我才明白江爷爷和宋爷爷现在还在觉得自己对宝家所做的这些仍是远远不够，还在不断思考着怎么让瑞宝辉宝更好。没人能解释爱是什么，但人们总能从他人的行为中感觉到爱。宝家成员虽多，但是游客们都感受到了饲养员们对每一个成员不同的爱，就像起初的爱宝对江爷爷的不接受和排斥，到最后的信任和接受。江爷爷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真诚待他。而乐宝虽然是个自来熟，跟谁在一起都是一种认识许多年的模样，但爷爷们也没有因为乐宝的不拘小节而忽视乐宝的感受。其他成员有的乐宝都有，乐宝有的其他成员都未必会有，就像乐宝的猫爬架。而福宝两个爷爷更是把自己前3年里所有的爱与时间都给了福宝，已经忘记了这本质只是一份工作，在别人眼里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反而觉得照顾福宝跟福宝在一起才是正经事儿。在那3年里仿佛告别了自己的生活，而喜欢福宝的粉丝们都说自己是看着福宝长大的，这也是因为从福宝出生到回国前，几乎每一个时间段，甚至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能在网上找到福宝那天时的样子。因为福宝这公开透明的饲养方式，所以才让喜欢福宝的人们感觉自己是看着福宝长大的。福宝在韩国的3年，也是这一群人的3年，而这些人那3年里，生活中处处充斥着福宝，福宝的可爱与活力也治愈了每个人3年。这也是为什么喜欢福宝的人这么多，甚至喜欢上福宝后就没有停止过。而两个爷爷对宝家的爱也一直没有减少过。福宝走后，他们还会聚在一块儿探讨自己怎么让宝家更加幸福和快乐。乐宝之所以能这般惬意的吃竹子，多亏了江爷爷。江爷爷太懂熊体工程学了，简简单单用血液摆弄就能让乐宝的坐得很舒服，就连乐宝坐在这儿的样子都和江爷爷演示的是同样。江爷爷似乎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乐宝可能出现的一举一动，江爷爷都能想象到。不过到了晚上，乐宝就辜负了白天奶爸对自己的一片赤诚。下班点到了，乐宝在园区睡起来了，不想回家了。任凭江爷爷如何呼喊，乐宝都没反应。反观爱宝这里都不用奶爸叫，瑞宝在爱宝面前折腾来折腾去，就给爱宝生气了。瑞宝调皮的有路不走，非要天天尝试用自己的大长腿在小亭子上的最高处接触地面。虽然瑞宝没有下去小亭子，但是给妈妈吵醒了，这还受到了爷爷的表扬。与此同时，辉宝这时也没有睡觉，在树上吃着竹子，随时等着下海。瑞宝因为爷爷还不给自己开门，一直在园区无聊的转来转去，喊辉宝下来玩。姐妹俩凑在一块儿就不无聊了，不为丰容彼此推来推去。姐妹俩打打闹闹，一起商量着给爷爷敲门，让自己回去。辉宝负责守在门口，瑞宝前去敲门。姐妹俩这团结起来，还真给通道门敲开了。辉宝第一个听到门开的声音跑了回去，瑞宝紧跟其后。爱宝也没有迟疑，看到通道门打开后，也紧随瑞宝、辉宝后面一起回去了。